無論喺任何武術，距離都非常重要。喺劍道入面，馬挨就係決定勝負最重要嘅因素之一。可能你認為勝負取決於速度或者力量，但係其實喺出劍之前，比賽嘅雙方已經喺距離上開始較量。今集我哋就由日本武道傳統理論同現代運動科學兩個角度一齊嚟拆解馬挨嘅秘密。Sixth Station 傾運動、說故事、講歷史。Let's go！首先，我哋睇睇何謂馬挨。接落嚟，台長認為暫且擺低中文對間呢隻字嘅理解會好少少。總之，間係時間同埋空間長度嘅表達，一般可以理解為時間同空間其中兩點嘅距離，可以用時鐘或者100尺嚟量度。但係喺日本嘅傳統藝術同埋武術入面，間通常係指時間同埋空間結合而成嘅立體時空嘅間。間呢隻漢字音讀可以讀做 can 或者 can， 訓讀可以讀做 ida 或者 ma。喺大正昭和時代活躍嘅歌舞伎排休六代目尾上菊五郎就曾經講過，武道嘅間有兩種，一種係可以教到嘅，另一種係教唔到嘅。可以教到嘅間就係 ida， 以物理嘅方式掌握時間同空間嘅要素。教唔到嘅間就稱為魔，對應翻 ma， 係包含咗無法用時間或者距離呢啲具體嘅概念嚟說明嘅各種要素。係咪搞到你好混亂先？簡單嚟講，就係間一啲都唔簡單。好啦，滲咗啲關於日本文化嘅私貨之後，等我哋集中翻嚟傳統劍術。喺呢方面，馬挨又係點樣理解嘅呢？1934年出版嘅《武道寶鑑》就指出，劍道嘅馬挨包含咗時間嘅馬挨同空間嘅馬挨，而兩者係相互作用嘅。古流書籍入面有出現過間隔、長間、長合等講法，一刀流、柳生新陰流、二天一流等就將之稱之為間即 Kanzumori。雖然名稱唔同，但係本質上都係視為馬挨嘅同義，大致都係指空間性嘅距離等意思。劍聖高野左三郎就講過，馬挨唔單止係兩個人之間嘅距離，更加係兩個人內心之間嘅距離。理想嘅馬挨係令敵人覺得距離遠，但係令到自己覺得距離近。聽落有啲矛盾，但係重點就係在於兩個人內心之間嘅距離。再一次說明咗，馬挨唔只係物理上嘅長度，而係由攻守意識、心理狀態同埋行動意志共同塑造嘅主觀感受。所以無論係唔俾對方入間，定係自身入間，全部都係雙方速度、時機、虛實、心理壓迫以至技術變化嘅較量。舉個例啊，即使雙方距離不變，透過 can 聲嘅射咩方式，都會帶嚟強弱、主客嘅變化。喺正式進入運動科學討論之前，我哋先理解下劍道最常見嘅三種距離。Toma 必須跨一步以上先可以擊中對手，可以視為安全距離。Isoku Itono Maai 只需要一步就可以打擊到對手，係劍道最標準嘅交鋒距離。Shikama 唔需要踏步就可以攻擊到對方嘅距離。點解要跨一步以上就可以視為安全距離呢？運動科學就可以解答到呢個問題啦。原來人對視覺刺激嘅反應時間一般需要0.2秒，所以先手比後手永遠有0.2秒左右嘅優勢。距離遠啲，攻擊者嘅打擊時間就會長啲。當距離遠到某一個位，先手嘅0.2秒優勢就會被中和。呢個實驗揾嚟6位筑波大學劍道部山丹到央丹嘅選手，比較佢哋喺6組唔同嘅距離之下
作為先手或者後手所作嘅攻防決定。每組距離嘅實驗有成300次之多，一共1800次，樣本嘅數量呢非常充足喎。實驗發現，如果雙方嘅距離係1.5米到2.5米，先手都明顯傾向以攻擊開始，後手則傾向以防禦開始。統計學上嘅 P 值細過0.01，直到雙方距離拉開到2.75米，先手後手嘅攻防傾向先至冇統計學上嘅差別。另外，如果純粹睇打擊成功率，喺雙方距離1.5米到2.5米嘅情況之下，先手嘅打擊成功率都比後手為高，統計學上嘅 P 值都係細過0.01。直到雙方距離拉開到2.75米，先後手嘅打擊成功率先至冇統計學上嘅差別，證明咗安全距離大概係2.75米。所以現代劍道比賽開始之前，雙方必須距離2.8米，就係因為咁樣啦。同一份研究仲順便睇埋先手同後手嘅防禦成功率同馬挨有冇關係，發現先手定後手對於防禦成功率都冇乜顯著嘅差異，而馬挨對於防禦成功率都睇唔到有直接嘅統計學上嘅關係。誒，咁之前唔係話後手冇先手嘅0.2秒優勢嘅咩？咁可能係因為研究對象都係高水平嘅選手，後手往往能夠根據自己嘅角色同埋距離，選擇相應嘅防禦策略。後手如果喺距離較近嘅情況之下，會知道自己唔適宜直接攻擊，因此會傾向選擇防禦。一旦選擇咗防禦嘅狀態，即使先手有0.2秒嘅優勢，後手仍然有可能成功完成擋格或者避開攻擊。而且雖然冇直接嘅關係，但其實馬挨對於防禦成功率係有間接嘅關係嘅，因為馬挨會影響一個人選擇防禦定係攻擊。所以如果我哋唔睇防禦成功嘅比率，而係比較防禦成功嘅實際次數，就會發現後手嘅防禦失敗次數比先手多38%咁多。因此後手嘅不利係源於後手更加經常被逼防禦，因此出現防禦失敗嘅次數會較多。先手就因為傾向主動打擊，較少需要承擔防禦嘅責任，所以出現防禦失敗次數就會較少啦。喺整個實驗入面，先手以打擊開始嘅比例比後手多98%，有完成打擊動作嘅比例就多27%，而後手以防禦開始嘅比例比先手多116%，有完成防禦動作嘅比例就多57%。所以先手有優勢或者主導權呢個講法大致上都成立。不過同時我哋要分翻清楚，先手有優勢唔代表一往無前就可以戰無不勝。有研究就曾經檢驗隨機抽出嘅18場全日本劍道選修權大會嘅比賽，發現選手喺比賽嘅前進後退距離嘅比例對勝負都係冇明顯統計學上嘅關係嘅。之前提過馬挨係兩個人內心之間嘅距離，就呢一點可以睇睇呢一個實驗。研究員揾咗一班大學同埋高校劍道部嘅學生接受測試，叫佢哋根據自己對 Issoku Itto no Maai 嘅主觀理解擺好 Kamae，然後測量佢哋嘅打擊距離，之後再同佢哋自己主觀認知嘅 Issoku Itto no Maai 進行比較。結果發現喺 Kamae 雙腳中幅8.4厘米，橫幅9.6厘米嘅情況之下，對應嘅打擊距離可以達到236厘米。但係測試者自己只係覺得佢哋嘅 Issoku Itto no Maai 係199厘米，兩者足足相差37厘米，有好大差異喎。研究員推測，咁可能係因為習慣性理解、自我能力評估過低，
或者係從 Gecko 形成嘅保守嘅馬埃意識。所以真正認識自己所能控制嘅馬埃，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課題。呢篇論文仲有要求測試者喺唔同卡瑪耶嘅中幅同埋橫幅嘅距離下打擊，測試同打擊距離有冇關係。佢哋發現測試者喺中幅為0厘米，橫幅為9.6厘米嘅時候，測到最長嘅打擊距離達到243厘米。可以達到最長嘅打擊距離，純粹係因為左腳係發力嘅一方，中幅越長，代表左腳擺得越後，打擊距離自然會短啲啦。如果呢個實驗改做以左腳前端嚟測量距離，就會發現當中幅為12厘米嘅時候，可以得到最佳嘅效果。研究員推論，咁係因為12厘米嘅中幅可以令到上身前傾更加穩定，發力亦都較易協調。換句話咁講，如果喺拖麻嘅情況之下，打擊者想盡量拉長打擊嘅距離，就可以考慮將中幅縮短。不過亦都需要考慮身體嘅平衡同埋協調。至於橫幅，實驗就測試到橫幅係12厘米嘅時候，最長打擊距離可以達到243.7厘米。橫幅過大會令到腰部嘅負荷增加，雖然速度可能較快，但係力量就會下降。橫幅過少就容易造成打擊嘅時候上身不穩啊。作者推斷，如果中幅同埋橫幅都設定喺12厘米，就會得到大概235厘米嘅打擊距離，似乎係接近理想平衡點嘅卡瑪耶。當然啦，每個人嘅打擊距離都會因為自身嘅條件而不同，例如肌力、腳長同埋身高等等。仲有啊，唔承認都唔得，其實年紀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呢份研究測量咗高校生、大學生、中高齡嘅測試者 Fumikomi 嘅踏步距離。從實驗結果可見，年紀同埋性別都同踏步距離有好大關係。但係身體質素並唔係控制馬埃嘅唯一因素。即使要打擊較遠嘅目標，熟練者都唔一定要跳遠啲，佢哋可以透過身體姿勢同埋技術嘅調整去補足。即係話，熟練者可以透過身體前傾、伸臂同埋適當咁樣屈膝，以致能夠喺較短嘅距離之內完成打擊。而且經驗豐富者仲更加識得控制好距離添。Sixth Station 以前有一個關於劍道客珠丹嘅專題，入面提到客珠丹喺比賽入面大部分嘅時間都可以維持喺 Isoku Ito no Maai，同年輕嘅選手有明顯嘅分別。其實唔止咁樣啊，佢哋無論喺前、後、左、右嘅移動都呈現均衡嘅動態。如果同最年輕嘅高校生比較，就可以見到後生仔較重視前後直線移動嘅傾向，分別都好明顯噶。好，今日就講住咁多先。如果你中意呢條片，記得 like、share 同 subscribe Sixth Station 啦。我哋一齊傾運動、說故事、講歷史。下次再見，拜拜。